央视军事还披露了解放军潜艇遭外国反潜机持续跟踪的消息。曾多次带领官兵执行远航训练、重大演训以及巡逻等任务的海军某潜艇支队教练艇长赵爱军回忆起在一次远航任务中利用噪声干扰甩掉外国反潜机的经历。当时我方潜艇在上浮充电，被外国反潜机发现并持续跟踪搜索。赵爱军立即升起潜望镜，仔细查看海面情况。当时海上商船、渔船逐渐增多，多种噪声交叠，他立即决定利用噪声为掩护，干扰敌机探测。经过一番周旋，潜艇跳出敌反潜机跟踪范围，顺势坐沉海底。过了3-4个小时以后，这声呐报告听到了那微弱的中空声呐信号，声音非常弱，判断距离非常远，说明他跟丢了。近年来，美军在南海活动频率明显增加，其中 P3C 和 P8A 都具备很强的反潜作战能力。2021年上半年，以海洋监视船为代表的美军海上侦察力量活动强度持续走高。美军5艘装备了高性能声呐的所谓海洋测量船，先后前往南海频频开展作业，其主要目的是监视解放军水下兵力动态，分析潜艇在重点海域的活动范围、进出路线等，为反潜作战提供情报支撑。当然，根据就是美国对我们不同的侦察方式和手段，我们都会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一个是对它进行警告驱离，还有一个呢就是规避它的这种比如说侦察监视的方式比如说你在开机的时候，或者你的这个电磁侦察机来的时候，我有些频段是不打开不使用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它难以达到这种侦察的目的。当地时间10号，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于本月11号至14号访问中国、韩国和日本。此次访华的2名美国高级官员均与中国联系紧密。1994年进入美国外交系统的康达，在亚太地区有丰富的外交履历，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代表团副团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等。目前兼任美国务院中国与蒙古国事务办公室主任，通晓中文及日语。而罗森伯格曾是奥巴马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和朝鲜半岛事务负责人。拜登上任后，在国安会新设2个与中国相关的职位，其中的中国事务资深主任就由罗森伯格担任。外界注意到，中美元首上个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面对面会晤，康达和罗森伯格均出现在随行参会的美方人员名单中。而根据美国务院日前发布的公告，2人访华期间将在2国元首会晤的基础上，继续负责任地管控2国之间的竞争，并探讨潜在的合作领域。他们还将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明年初访问中国做准备。美方呢，实际上也迫切的需要与中方加强对话。当然呢，仅仅呢通过一次国务院的高级代表团访华呢，就想在所有领域呢取得实质性的重大突破呢，不太现实。但是呢，这种访问呢，它有助于双方能够呢创造一种良好的沟通氛围，为后续更好的推进相关问题的解决呢，创造最基本的条件，打下呢最基本的基础。布林肯在元首会晤后第一时间表达访华意愿，随后他在泰国曼谷出席 APEC 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确认，其任内的首次访华之旅将在明年1月或2月进行，届时将与中方重点讨论2国元首会面时提出的双边议题、地区事务以及卫生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事务。若顺利成行，布林肯将是继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后第3位访华的拜登政府高层。We need to keep open and indeed strength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That is necessary if we're going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to deal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 we have so that it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